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元。今天晚上关卡6即将要开放了，所以关卡5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，只有2天的时间。所以今天做关卡5的简单解说，说一下关卡5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他们的地图安排、路线安排，还有对于之后 KVK 会有什么发展。在说960跟2605之前呢，先说一下93跟土阵营吧。其实那2个阵营是有打架的，但是93进攻会比较强势一点，然后土阵营也没有出来多少兵，也只有建几个旗帜出来而已，所以他们那边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。下面的光跟木阵营在之前有说过他们是盟友关系，所以没有战斗，所以就变成关卡5开放的时候唯一有看点的地方就是960跟2605。在关卡5正式开放，960是优先拿下关卡，也是一样的操作，960大量的玩家都是直接牵程出去的。不过这一次960因为有上一次关卡4的经验之后，他们这一次丢要塞的位置有所不同。首先是丢了一个要塞在对方的治疗圣域，接着再丢多一个要塞在对方的关卡8。960试图想要抢下对方的治疗圣域，还有出入皇庭的入门券。至于2605的情况，由于他们出关卡的时间比较慢的关系，所以有些地方是被堵着了。原本他们是想要通过这个方式翻墙出去的，那因为960他们随机牵程的关系，再加上部队已经抵达，刚好就卡着2605原本要翻墙的位置，变成他们只能从后面的路线走。那2605在出了关卡之后，其实也是有丢要塞在他们自己的治疗圣域还有关卡8前面，分别都是丢了各2个要塞。不过也因为这个地图太长的关系啊，就变成他们刚开始都没有什么野仗，大家都是专心在建旗帜而已。那我看到脸书有一些玩家说2605他们的要塞建的比较慢，是因为一直有人跑出来的关系。其实960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，所以双方其实都有面对到同样的问题，只不过因为960太多玩家随机牵程出去的关系，就变成那些玩家可以马上牵程到要塞的位置补兵进去，就变成960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。也因为他们随机牵程的关系，有一些2605的部队要进入要塞里面建要塞的时候就被拦截了。除了建要塞的部队之外，还有他们建旗帜的部队，每一次都被960给拦截，不然就是他们每一次想要建旗帜的位置都被960给挡着了。不过还好2605他们有安排中间的路线翻墙出去的关系，就变成他们挡着了960建旗上去。然后也因为地形的关系，再加上2605他们急着要拿下圣域，也要烧掉960的要塞，所以可以看到当时候2605的旗帜是往上建了。他们会这么急，主要是因为960的要塞其实建的速度会比他们快一点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利用自己的要塞建好之后去拆960的要塞，反而960可以这么做。但是因为那个位置比较靠近2605的旗帜，所以他们就直接建起上去了。但是当他们建起上去的时候，又遇到问题了。960试图用要塞挡着他们建起速度，960试图拖延时间，不要让2605烧掉他们的要塞。也因为2605他们是建旗帜上去的关系，所以在治疗圣域的附近，他们拥有的领土会比较多。所以其实他们可以用野仗压制着960的话，就算960的要塞是已经建好了，也没有办法去拆掉他们的要塞。那960当时候其实只有几个玩家是随机牵程到要塞的位置。这个时候960的策略就是安排了野仗部队，让大量的部队同时间运输过去。尽管在治疗圣域附近比较多2605的城市，但960依然还可以控制他们的野仗。可是只有第1个回合而已，在第2个回合，因为2605的兵线比较短的关系，反而压制着960的野仗了。然而960的野仗不只是一批而已，后面又安排了新的部队重新再派过去，不间断循环的野仗部队一直压制着2605。直到960的要塞已经建好了，但是也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的关系，所以960只能用围殴的方式拆掉要塞。2605也是极力去抢救他们的要塞，但是因为要塞没有建好的关系，他们每一个玩家只能放一个部队进去而已。2605的野仗又一直被960给压制着，变成他们没有办法守住要塞。同时间在关卡8的位置也是一样，960的要塞建的比较快的关系，连续把2个2605丢在关卡8的要塞给摧毁了，变成2605是已经失去了入门票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入皇庭。也因为在关卡8的位置只剩下960的要塞而已，所以他们就从要塞那个位置开始建旗帜往2605的方向走过去，慢慢的就已经连接上治疗圣域的位置。除此之外，960还有继续建旗帜走到2605的关卡器位置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连接上关卡器。在要塞跟旗帜全部都已经建好之后，960跟2605终于打仗拆旗帜了。经历了这么多天的关卡4，一直被说没有拆旗帜的960终于也是拆旗帜了。对方依然是用哥哥搭配阿提拉的驻防来抵抗960的围殴，效果是非常见效的。
再加上关卡6开放的时候，其实960的玩家并没有全部人都满科技，就是说最后一个围殴的科技是没有升满的，变成围殴旗帜并没有多大的优势。加上当时旗帜连接上的时候，其实960有不少的围殴大佬都是各奔东西的，没有办法去专注围殴同一个旗帜，就变成2605那边的报告其实是真的很好看，也变成2605他们的计划是已经奏效了，就是不断的消耗960的部队。尽管960之后有开集结，再配合上围殴的时候，报告是有赚的，但是我依然还是觉得960是亏了，因为960要面对的敌人不只是2605而已，之后还要打1093，所以尽管报告是赚的，也是间接性损失了不少的部队。那其实关卡5还有很多报告，我这里都有记录啦，就看各位要不要看了。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，我之后可能再做的一个影片分享报告给大家看，今天只是做 KVK 的解说而已。那经过了一个晚上之后，第二天早上没有想到2605的旗帜是已经被断掉了。其实在我昨天睡觉之前，我在想着他们这个旗帜可不可以断成功，因为他们其实可以在治疗胜率那边再丢的一个要塞重新连接上，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要先删除掉在治疗胜率附近的旗帜。显然的他们并没有这么做，就变成他们的旗帜是已经被断掉了一根。所以在第二天晚上，各位可以看到2605的领土越来越小了，原本从区域5翻墙过去的旗帜全部都已经被清掉了，不过他们的要塞依然还在治疗胜率附近，所以之后可能会跟960争夺。那最后再说一下关卡7的位置，其实2605也是有建旗帜往关卡7的方向走过去，但是跟960一样都没有连接上关卡7。我个人是感觉这两个王国可能会让93从这个关卡7里面走出来，但是目前看到93的旗帜是没有连接上关卡7的，那最后会不会走出来呢？这个要看之后的发展。那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就变成这3个先锋王国大乱斗呢？今天晚上就要打关卡6了，来看一下关卡6的情况。可以看到2605是已经建了一个要塞，还有用旗帜挡着了关卡6，所以土政林应该是没有办法从这个方向走出来。但是在960那个方向并没有堵住门口，只是建了一个要塞在门口隔壁而已，反而是木阵营放了2个要塞挡着门口。不过我觉得这2个王国要出关卡6的可能性会稍微低一点啊，除非960他们是完全不想要跟2605打，那可能会选择关卡6去打木阵营。至于93那边的关卡6，其实他们可以入侵木阵营跟光阵营的领土，但是这边他们也是用了要塞挡着，所以突破的几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。但是如果93他们是真的突破了这个防线，960那边也是突破了进去，就变成93跟960很大可能在这个区域打架。但是说要突破进去其实也没有这么简单，毕竟对方都用要塞挡着门口了。以上就是关卡5的战况精华解说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